听说你经超人称万人敌，交手之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是个将才，若能弃暗投明，为朝廷效力，本帅就法外施恩，饶你不死。饶我不死！老子需要你饶我不死吗？你现在已经别无选择，还望三思。好男儿应该战死沙场，建功立业，我岂能为了活命苟且偷生呀！将军，天亡我大齐！兄弟们，好久没这么做了。兄弟们，这次能够轻取襄阳，全靠诸位同心协力。我以茶代酒，敬各位一杯。好！吃啊吃啊！来来，坐，王叔，到来了，兄弟到这啊！来，兄弟们，听我说，当初咱们打襄阳的时候，还以为刘裕的城池是铁打的，没想到被咱们一脚就给踏破了。兄弟们，这次功劳最大的当属岳云，他们上阵父子兵，把这个荆超打得一个落花流水啊！对，荆超螳臂当车，那得问问小爷手里的双锤答不答应？对，好，爹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要是你能早点带我出来的话，说不定现在我就能跟几位叔叔们一样，都是大将军了。对，好小子。来，喝酒啊！多大碗倒上。大哥，年轻人立了头功，一时口无择言，你就别怪罪他啊！是啊，大哥。来，兄弟们，羊腿来了，我来给大家分啊！来，王冠，这个羊腿啊，应该是大哥分。大哥，谁的功劳最大，给谁多吃点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好，那就由大哥分。好，对，我来分。大哥分。杨毛子，你叶公邓州，功劳最大，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
大哥，牛伴儿，哎，这次能够轻取襄阳，你大功一件，给你个大的。谢谢大哥。王贵，哎，大哥，攻随州，你大功一件，给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张宪，攻入颍州，大功一件，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诸位将士们听着，这次攻城，每一位将士的功劳，我都会如实的上报朝廷，到时候奖赏大家都有份儿。兄弟们，干一把！哎呀，这羊腿好香啊！来，吃啊吃啊！多吃点啊！大哥，你看小银子呢？捷报！800里捷报！捷报！800里捷报！捷报！800里捷报！捷报！万岁！万岁！800里捷报！哦，又有捷报传来。是。念。 7月23日，岳家军顺利收复襄阳，至此6郡之役大获全胜。好啊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哎呀，8年呀，8年来头一次啊！皇上原本预计，岳家军完成6郡之役需半年之久，时下岳家军仅以78天，便将6郡收复了，其士气之盛，行动之快，实在出人意料。从此，我军得以控扼长江上游，东可进援淮西，西可连接川陕，南可屏蔽湖广，北可突覆中原。所谓一军深入，万夫莫敌呀！是啊，这次顺利平定襄阳，岳飞确实功不可没。朕以前只知道岳飞行军布阵，纪律严明，今天朕才真正体会到岳家军闯关破敌竟如此神勇。皇上，之前有句老话叫做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，可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改一改了。微臣知道之前攻打隋城，岳家军的好多兄弟因为吃不饱肚子，都逃跑了。在战场上，他们得不到奖赏，反倒吃不饱肚子，还要拼死拼活地为皇上夺回6郡。今天这词就应该改成是“大义当前，必有勇夫”啊！如果真如张将军所说的，这责任应该是你赵鼎的了。不错，朕发下的粮饷不多，可这次发下的粮秣应该是绰绰有余啊。皇上，这确实是微臣之过，微臣之过。岳家军行动如电，粮秣运输追捕不上，沿途又屡遭流寇抢劫，确实损失不小。微臣已经责成相关诸司大力改进，务使做到军中无饿殍，库中无存粮。皇上，待岳飞还朝，应该风风光光地办一场庆功宴，好好犒赏诸将啊！
秦大人，那是一定的。诸位，通通有份。谢皇上恩典。哎，刘裕又向我们告急求援。各位叔王有什么主意？我们该不该发兵去救？先帝立刘裕，原本是想让他保境开疆，让我们大金休养生息。如果刘裕没了，中原那么大的地盘很难统治。大宋夺下6郡，就像一只脚踩进了我们帐内。他们想进则进，想退则退。咱们在这里吃饭喝酒，还能安心吗？你的意思呢？平日里都是老大老四在领兵，这打还是不打，当然要看老大的意思了。大将军，你有什么主意？不救。战寒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！平日里你不是成天喊着打呀打的，怎么今日不打了呢？当初我就说不要立刘裕，不听。刘裕是什么东西啊？刘裕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，放狗出去咬不了人，反倒要我们去救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荒唐！老大，咱们养的狗在外面被人打了，咱们帮他一把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将军，我觉得四太子说的有道理。道理？狗屁道理！要打你去打，反正我不去。这个詹寒也太过分了，眼里还有没有皇上？官人，今天上朝怎么样啊？岳飞收复了襄阳6郡，皇上龙心大悦，准备封赏于他。啊？这么快啊？那我们怎么跟金人交代呀？哎呀，你还吃？金人要是败了，消息一旦走露出去，我看你以后还吃什么？咱们连人头都难保啊！我知道，我不正在想吗？皇上正在兴头上，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。那也得说呀。兵法有云：其疾如风，其虚如林。若时机未到，则不动如山。那什么时候到？哦，对了，希儿今天来看你，你没在。他不是在淮西吗？来干嘛？他父母都病死了，他不来找你这个义父找谁呀？你给他安排一下，他现在可是一身的好武艺。皇上，襄阳收复后，您打算如何防守？这也是朕一直头疼的难题呀。若少留将兵，恐复为伪其所有；若多留将兵，又会引起千里运粮的困难，屠城自困，终莫能守啊！皇上，那日朝堂之上，您可是答应给岳飞备充足的粮饷。所以朕给岳飞的御札写的是用心筹划，
全禁之策。皇上，此事岂有全禁之策？朝廷若是不能千里运粮，岳飞便只能将大军撤走，留下少量的兵力驻守啊。朕要的就是岳飞班师回朝。皇上，六郡为伪齐与流寇所居，我进他退，我走他至。皇上若将岳家军匆匆撤走，刘裕势必要卷土重来，留下一些当地的百姓手无寸铁，突然成了刀下的牺牲啊！望皇上三思啊！朕这是顾大局的万全之策。岳飞刚刚打下襄阳6郡，此时正是士气高涨之机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么一场大的胜仗了。皇上，前方军报。读与朕听。金人已经答应兵援刘裕，四太子金兀术正率10万大军南下。若这次再与金人开战，可如何是好？如若再战，恐怕还是胜负难定啊！胜负难定。不过，岳家军如今士气旺盛，正是对付金兵的时候。或许，现在就是重整山河、扭转乾坤之时啊！倘若战败如何呀？大敌当前，亦从容。两军相逢，勇者胜。微臣相信，岳飞或许就是那个再造乾坤之人。行了，朕有点累了。这件事，朕会再考虑的。退下吧。好，微臣告退。臣秦桧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微臣听闻，伪齐向金人求援，金人已经派兵驰援了。对呀，朕也没有料到，金人会如此爽快地答应。爱卿啊，你有所不知，刚刚赵大人还劝朕派岳飞迎战。迎战胜负难料，恐怕皇上还要继续担惊受怕。皇上，微臣倒是有一计，可令皇上安枕无忧。哦，秦爱卿，你有何应对之策？襄阳一役根本与金人无关，可他们非要插手，这分明是要捞渔翁之利。那依秦爱卿的意思，这次我们是该战，还是该和呀？当战则战，当和则和，剿抚兼用，化敌为友。皇上，我们可以先派人与北金议和，当然了，如此做法势必会引起民怨，还有那些主战派亦会心有不甘，所以在表面上仍需摆摆样子，先和金人打上一仗，议和则在暗中进行。至于这议和之人，必须找个可信的才行。
这办法可行。可惜的是，纵观朝堂，朕没有一个可信之人了。微臣可举荐一人。何人啊？进来吧。草民参见皇上。此乃何人啊？他是微臣的义子，秦熙。原来你是秦大人的义子，平身吧。啊，谢皇上。不错，一表人才，一表人才啊！皇上，议和之事就交我儿去办吧。微臣担保，他一定会办得妥妥当当。希儿，爹，皇上如今可是惊弓之鸟，谈金色变。只要你能够不辱使命，成功议和，你将功不可没啊！孩儿知道，孩儿一定不负重托。那块给我拿下来看看。夫人真是好眼力。这是小店刚刚从和田运来的一块璞玉。我要买的话，什么价钱？哎呦，您这么说我可就为难了。我原本找这块璞玉回来是想做镇店之宝的。我是想啊，啰啰嗦嗦的说什么呢？我问你价钱。是，好吧，500两。不，5000两。就是它了。好，夫人慢走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听说了吗？啊，5000两，整整5000两，用来买一块石头。哎呀，你说这宰相大人的钱，真是来的也太容易了。可是这些钱是都是从咱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血汗钱。对呀，这可都是从我们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血汗钱呐，这太不像话了。秦大人几次出使金营，都是平平安安、荣华富贵的回来。你说他是去谈判还是去通敌的？是啊，我还听说宰相大人又想去议和了。议和？哎呀，百姓饥寒，他求财通敌。我们现在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，大家伙说说，是不是应该找他讨个公道啊？对，等，走，找他讨公道去。掉头走后门，走后门。哎呀，好，大哥，这次你得让我当前锋啊！金兀术那小子要是敢来，我捏碎了他。你就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像抓张邯似的再失手了，我敢打保票。大哥。大哥，得到最新情况，金兀术率军10万，已经逼近襄阳。嘿，这金兀术腿够长，脚够快啊！好，
我就不信他的铁浮屠真的能所向披靡。就是，他娃儿的，什么狗屁铁浮屠啊！这次分明是我们跟伪齐的战役，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，他干爹瞎起什么哄啊？大哥，那咱们的计划会不会太过冒险了？兵不在多而在精，将不在勇而在谋。即使他今人有10万大军，我们也可以险中求胜。报！赵相国密函。去吧。赵相国密函。大哥，赵相国怎么说的？皇上得知金人兵源伪齐，日日担惊受怕，于是派人去金营议和。哎呀，议和这跟那些金人议哪门子和呀？这不分明是送银子去吗？自从皇上逃到海上之后，就如同惊弓之鸟，如履薄冰。我早该料到，这皇上谕札中所写的用心筹划，全尽之策，表面上是千里运粮，后勤无法承担，这实际上就是想让咱们回师啊！对。大哥，现在依您之策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依计而行。谢谢客官，客官慢走。小二，招呼着。两位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说，这肚皮饿得紧，做点好吃的啊。两位想吃点什么？来上1斤猪头肉，10个猪蹄子，再来上2斤猪耳朵，烫壶好酒，快点。好嘞，马上就来。牛哥，你这次可是衣锦还乡了。哎呀，这次攻打6军，真是好不痛快啊！是啊。我听说呀，皇上特别高兴，还说要给咱岳家军加官进爵。到时候咱们兄弟几个跟着岳将军，那就飞黄腾达了。可是，来。哎呀，岳将军这回啊也变得聪明了。这金人来了，咱就跑啊，打不起还躲不起嘛，是吧？总之啊，见好就收，实为上策也。是啊，来，干！哎呀，这酒还行啊，再喝点。来。你是秦桧的儿子？正是。这倒是稀奇了，议和乃是外交大事，怎么派一个毛头小子前来？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四太子在年轻的时候，不也已经都名扬天下了吗？不愧是秦桧的儿子，说起话来让人觉得浑身舒畅。多谢四太子夸奖。好吧，说说看，怎么个议和？晚辈此番前来，是奉大宋皇帝之命，只要四太子和岳飞这一仗做表面功夫，然后退居黄河以北，皇上允诺，进贡白银20万两。打仗是真刀真枪真功夫，岂容得作假？四太子果然是真性情，晚生佩服。如果四太子觉得跟岳飞打假仗有辱了您的名声，晚辈这儿倒是有一个消息，可供四太子参考。什么消息？晚辈在来的途中，听说岳家军已经退兵，岳飞正准备回临安，
林傻啊！岳飞停战休兵，这可不像他一贯的作风啊！你可别信口开河，想诓我们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四太子，是真是假，您一探便知啊。如果岳飞真的退兵了，那我们将不费吹灰之力，便一举收回襄阳诸地。四太子，只要您见好就收，不再南下，20万两白银，一文不少。派人去打探清楚。是。将军，已经查探过，岳家军军营空无一人，已经撤兵了。看来岳飞也是个贪图公赏之辈，传令下去，即刻整军出发。是。四太子，那议和之事如何进行啊？等取了襄阳，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谈。为什么？我在应州那么卖力，都压下我的战功不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压我的战功不报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婉儿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爹问你为何从军？为了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家园，为了老百姓有口饭吃，过上好日子。你现在还是这么想的？当然。好，既然你是为了天下大义，那么今日为何又要贪图功劳？我要的不是功，也不是名，我是心有不甘。我和其他将领一样出生入死，为何你待我如此的不公平？公平？那你告诉我，什么叫做公平？他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把他打断，公平吗？你吃的比一般老百姓好，穿的也比一般的老百姓好，公平吗？金人抢走了我们的土地，侵占了我们的家园，公平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上，没有绝对的公平，你要有颗平常心。
所谓公，即是大公无私的公，就是做一件事情都不能从一己私利出发。所谓平，就是要有平常心对待一切事情，包括你所谓的功劳。你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不平常，因为你是我岳飞的儿子，所以你得到的机会比别人多得多。也正是因为你是我岳飞的儿子，别人看待你要比一般人苛刻得多，所以你得付出更多，你要做得更好。记住，在这个世上，没有战不胜的敌人。大胆刘裕，吃里扒外。将军果然好剑法，明日我们再比一场，到时候你可不要让着我。驾！
快，我带你走。这么多手下，值得吗？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。今天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尽量。那小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，居然为他买命？主，这天下是你跟我一手一脚打出来的。可是先皇传位于他。先皇，你又拿先皇来压我，我就是不服。凭什么是他？就算选的是你，我也会认。孩儿说：“咱们只能打天下，不能做天下。咱们做天下不行，我认了。咱们就应该打天下，他就应该做天下。这是什么道理？这是天命。天命，我就是不服。真要杀我，就来吧。大哥，你放我回去。”我会求皇上饶你不死的。我堂堂大晋勇士，只会战死沙场，怎么可能像一条狗一样摇尾乞怜？来吧，那就对不住了。
谢谢你替我们求情，保住我们母子的命。你不用谢我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我在车上背了一些衣服和干粮，你们走了，就再也不要回来了。酒夜红鸡一旦休，猖狂不听直臣谋。甘心万里为降虏，故国悲凉欲点秋。皇上，皇上驾崩了！
舍这一生错为皇帝。若是身为庶人，定会像文人墨客般陷于野鹤，就不用背负那么多国仇家恨，一定会潇洒快乐许多。这回皇上啊，恐怕做梦都没想到，夺襄阳、灭伪齐，一切可以这么顺当。是啊，是呀，这高官厚禄是少不了了，咱哥几个总算可以风光一回了。哎，兄弟们，咱们领了赏银，你们打算怎么花呀？哎，我嘛，就算有再多的银子，也就是在我手上过一下，回去就得交给贵娘。哎，牛八，你看你，有个老婆替你管钱，你还嘟嘟囔囔的。去！我只能把赏银寄回老家给俺娘。我想找个女人替俺花钱，都找不着啊。想找个女人替你花钱，那还不容易啊。杨毛子，我还没说你呢。怎么了？你整天想着小慧，怎么样了？人家不理你了？去你的！别瞎说啊！我啊，整天在外面打仗，总能耽误人家呢，对不对？什么耽误人家？你呀，是搞不定人家。哎，我不照样在外行军打仗吗？不照样娶了贵娘？杨毛子，你呀，上了战场比老虎还凶。你怎么见了小慧儿，跟只小猫似的？喵喵！哎，喵喵！瞎叫唤什么呀？哎，你也别说我啊，你见贵娘啊，也跟个猫似的，对不对？嘿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只猫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。吃猫怎么了？切，我乐意。杨毛子，说句心里话，你要是对小慧没那个意思，我回去可就下手了啊！哎，你敢？你看看，那就赶紧抓紧了。兄弟们还等着喝你喜酒呢。就是啊，兄弟们等着喝喜酒呢。放心，这喜酒啊，一定让你们喝的啊！月圆，月圆，啊，想什么呢？不会是想你心上人了吧？县叔，你就别去笑话哟，看咱们的小银子，不好意思，脸红了。真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升岳飞为湖北京西路宣抚使，官阶太尉，赐良田300亩，白银300两。其余诸将协助有功，官升一阶，另各赐良田100亩，白银100两，钦此。谢皇上文文，臣等定当鞍前马后，誓死效忠。好，真能够得一良将，胜得连城璧啊！啊！皇上，军民则将贤，将贤则兵胜。皇上能如此厚待诸将，已是江山社稷之幸，黎民百姓之福啊！岳飞啊，这一仗你辛苦了，是时候荣归故里，好好的休息休息了。自靖康之难以来，臣一心只想报仇雪耻，收复中原。臣等将士也唯有一个信念：不负中原，不归故里。岳帅胸怀远大，抱负不小。只是现在正是难得的太平盛世，
宋金霸占，相安无事，你此时又何必再挑起战端，扰得天下不太平啊？金人亡我之心一日不死，天下便一日没有太平。金人没有放下刀枪，我等怎能放下？否则，等待黎民百姓的，便只有屠戮。宋金交战多年，国库早就虚耗一空。元帅，你可算过，收复中原需要多少兵力、多少军饷？这些军饷又会给百姓平添多少赋税？元帅，这些苦难，你说要算到谁的头上啊？眼下受点苦难，以后便可国泰民安。所谓一劳永逸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北伐之事，还是请皇上定夺。那诸位卿家有何意见啊？皇上，微臣身为一员武将，征战疆场、马革裹尸，本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只是刚才秦大人所言不无道理，现在应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。臣以为不然。岳帅连番征战，战功赫赫，加之朝中还有韩帅、张帅等诸路大军，风头正劲，眼下正是乘胜追击、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啊！岳帅与金人屡次交锋，既然提出北伐之意，必然是心中有数。倒是秦大人身在朝堂之上，如何知道打得还是打不得呀？除非什么？除非如今日街市上百姓所言，秦大人是别有用心。赵大人，捕风捉影之言，你赵大人却信之早早。我们大宋有你这样的丞相，真是朝天之福。你够了！